我的丈夫有一个白月光，我俩过了一辈子，他还念念不忘。一朝重生回校园，我倒要看看这个白月光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的丈夫宋天阳比我死得早点，临断气前，他还惦记着床头那个陈旧的铁盒，盒子很普通，挂着一把儿童玩具一样的小锁，里面的东西叮铃哐啷，听起来像零碎的破烂。宋天阳却宝贝得很，从不许别人看，尤其是我看。刚刚发现这盒子那会儿，我俩结婚没几年，我好奇问他这里面是什么。一向一本正经的男人涨红了脸，说不什么也不肯搭腔，还十分小气地把盒子换了个隐蔽的地方，跟宝贝似的藏了几十年。嗨，不就是有个白月光吗？谁没有个年少轻狂爱而不得的时候呢？这我懂。和宋天阳结婚几十年，都白头偕老送入棺材了，这点小遗憾我还是愿意充分理解的。毕竟我俩没吵过架，没红过脸。他是闺女的好爸爸，我爸妈的好女婿，想拿这个做理由翻旧账、吃飞醋都找不到机会。就是这好奇心抓心挠肝似的痒。闺女随他爸说一不二，小古板的性格都不肯打个商量，答应了他爸要让盒子陪葬，说什么都不肯先让我看一眼。我怀着遗憾闭了眼，再一醒来，发现舍友年轻了几十岁，正疯狂催我赶早八。于琳琳，我有点恍惚，前一秒还在病床上刚闭眼，后一秒就看到年轻版我的舍友兼好友，一时间还以为在做梦。你睡糊涂了？今天是专业课，不能迟到，快起床。于琳琳正在抓紧时间描眼线，她上学这会儿是个精致女孩，不全妆绝不出门，哪怕早八也要明艳动人。我一连猛地爬起来，凑到于琳琳的化妆镜前，有点不可置信。镜子里的我长发披肩，哪怕睡眼朦胧也显得青春肆意，是刚刚20岁的模样。咱老年人也赶了把潮流，重生了，重新变得年轻固然惊喜，但是重生在期末考试之前，这就大大的不妙了。我花了好几天才重新捡起了大学课程，赶作业赶得两眼发直，觉得了无生趣。年纪一把了，还要受上学的苦，谁能有我惨？我大学的时候不是学渣，离学霸也有点距离，成绩不上不下，兴趣社团倒是混得风生水起。按照后来流行的分法，是个典型的艺人。连宋天阳都是我在社团活动时认识的，不过他性格比较闷，10回有9回都是被朋友硬拉过来的，过来了也不出风头，每回都争取当气氛组，让他鼓掌热烈点都会觉得不自在。他结婚后也这样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，不是看那些词典一样的法律条款，就是研究经典案例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无趣的不得了。因为他这样的性格，大学期间我俩交情不多，比点头之交略好一点，真正熟悉起来反而是毕业之后。他的白月光大约也是这几年住到心里头的，要不是他铁哥们有次酒后说漏了嘴，我还不知道他在我之前这段过往。宋天阳最好的哥们叫张一恒，一样是学法的。我记得那天他喝高兴了，趁着酒劲儿想要跟我爆料，嫂子，天阳大学那会儿喜欢一个人好久了。我兴致勃勃想要八卦，期待着他继续说。宋天阳酒量不好，多喝了几杯，本来都快趴到桌子上了，这会儿又爬了起来，捂着人家的嘴死活不让说，那劲头就跟藏他的宝贝一样，小气的不得了。对了，
宋天阳的白月光，上辈子入土前我都还在惦记，估摸着老天爷都觉得我遗憾，所以给了我重生名额。我兴致勃勃地爬起来，登上校园论坛，开始求法学院的课表。宋天阳不告诉我，架不住老天爷让我看什么样的白月光能让这老古板牵肠挂肚几十年。我可太好奇了。大二大三是课程安排最紧的2年，听说我下了专业课还要去隔壁蹭课。于琳琳惊呆了，旁听法学院的课，你疯了？我高深莫测，我有事要办，天机不可泄露。送走了想要舍命陪君子的于琳琳，我提前到了法学院阶梯教室，找了个最后面的位置，方便观察。法学院的课基本没人蹭，教授严厉不说，课程也很严肃，大教室里都坐得不密集。我很容易就锁定了后面进来的宋天阳。我已经记不清宋天阳年轻时候是什么模样了。我们在一起时，他就已经参加了实习。因为律所工作要求，宋天阳总是一身严谨的西服套装。刚毕业那时还是买的成品，后来有了些积蓄，开始定制门面西装，一天到晚都裹得严严实实。穿着 T 恤衫的宋天阳还挺稀罕的，又俊又水灵，不愧是我选的老公。我欣赏了一会儿自家老头，想起正事，开始寻摸那个白月光的踪迹。宋天阳进来就目不斜视，直接坐到了第2排，他前面是空着的，没有人。左右除了我认识的张一恒，就只有几个眼熟的男生，好像是同宿舍的几个人。我俩结婚，他们还来喝了喜酒。整个课堂，宋天阳都坐在位置上，认真做着笔记，头都没往旁边转一下，严肃认真的不得了。难道白月光不在法学院？我迷惑了。喜欢了好多年，不应该是近水楼台才方便暗恋吗？难道不是这堂课？我低头又翻了翻课程表，大2公共课已经不多了，基本都是专业课，上课的人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动。难道这个白月光是个叛逆性格，还玩逃课？一连蹲了宋天阳1星期，听法学院的课听得昏昏欲睡。我依旧没有抓住白月光的蛛丝马迹。宋天阳哪里像有暗恋对象的人？他深爱的明明是法律，是法学系那些 polo 衫保温杯的老教授。我生无可恋地腹诽着，却见前面陌生同学回过头，小声提醒：“教授点你分析案例。”我慌慌张张站起来，面对教授如炬的目光，支支吾吾：“老师，我不是法学系的。”老教授推了推眼镜，还没说话，就见前排的宋天阳猛地站了起来，抢白了一句：“老师。”我替他回答。宋天阳是法学系的优等生，答案让老教授很满意。他示意我俩都坐下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情侣之间闹矛盾了，冷静冷静也不错的。”老师你别误会，虽然我俩以后会结婚，但现在还是纯洁的同学关系，话都没说过几句那种。前排的宋天阳耳朵也肉眼可见的红了，下课来找我时打招呼时，脸上也还是绯红一片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害羞？我一时间忘却了尴尬，目不转睛地欣赏了10几秒。宋天阳被我看得眼神躲闪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吴越，好巧，你怎么在这？你不是经管院的吗？”我挠挠头，想不出什么合理解释，干脆胡说八道。听说法学院的课蛮有意思的，我就来蹭2节。宋天阳欲言又止，见路过的同学都在偷瞄我俩，脸更红了。我看得有趣，主动出击：“这要巧遇到了，不如一起去吃饭，正好有个事情麻烦你。”年纪大了，果然有点傻。
宋天阳现在还不是我老公，不需要避嫌这个话题。我多套套话，白月光的庐山真面目不就出来了吗？我兴致勃勃，也不管宋天阳的拘谨，拉着他去吃食堂口碑 NO1 的麻辣烫。煮好端上来时，他那张红透的脸才恢复正常。我边嗦粉丝边给他编故事。我有个同学，他喜欢上了一个法学院的，想跟我取经。你们学法的一般都喜欢哪种女孩？我好给他参谋参谋。宋天阳愣了，你的朋友谁呀？我随口胡编。哎呀，你不认识，你就当帮我个忙，比如说你自己吧。你喜欢哪种女孩？宋天阳低头咬藕片，声音含糊。我还没有女朋友。我的筷子差点掉了。难道我蹲早了，白月光都还没出现？不至于吧？现在都大2快期末考了，距离毕业也就不到2年。如果是大3大4出现的，宋天阳也不可能惦记一辈子啊。气氛有点沉默。我发觉自己好像先入为主了，谁规定的白月光就不能一见钟情了？又忘了我俩现在还不熟，问这个有点越界，脚趾顿时有点扣地。倒是宋天阳追问了一句：你朋友喜欢法学院的谁？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，看看他有没有女朋友。我挠头，我茫然，我灵光一闪，就是那个你们法学院毕业代表叫什么来着？宋天阳，秦南。可是他是大4的，已经离校了。我一挥手，年龄不是问题，真爱永恒。宋天阳默默看着我，麻辣烫的热气氤氲中，我忽然有点心虚，干笑着招呼他：吃饭吃饭，你没有就不问你了。忙碌1星期，铩羽而归，我有点泄气，躺在宿舍唉声叹气。于琳琳约会归来，正在卸妆，很是稀奇地趴到床边看我。你怎么回事？这个星期都神神秘秘，现在还长吁短叹的，这可不像你。老实交代，你去法学院干什么了？我眼睛一亮，猛地爬了起来。我去找白月光了。老人家还不习惯年轻思维，我都忘了我这位好友可是恋爱专家，光大学里的前男友5个手指都数不完。这种白月光暗恋什么的，问他准没错。于琳琳满脸问号：白月光，你的吗？我摇头，不是我，是一个男生。他的白月光会是什么样？能惦记一辈子的那种。于琳琳直截了当，不存在这种白月光。这么喜欢的女生，是个男人都要追到手，被拒绝哪有单身一辈子可怕？那他如果结婚了呢？结婚了，要么这个白月光没那么喜欢，要么不能和白月光结婚，退而求其次。说不定他喜欢男的，是个弯恋，值得悲剧故事呢。于琳琳兴奋八卦：你从哪听来的八卦？跟我分享分享，还有点刺激呢。我生无可恋，觉得一点都不刺激。我就是那个退而求其次啊。回想起这1个星期的见闻，宋天阳除了他几个舍友，和其他同学基本没什么接触。张一恒只说了他喜欢一个人，宋天阳又说他没有喜欢的女孩。难不成那个白月光真的是个男的？因为是男的才难以启齿，一定要瞒着我才安心。我出离愤怒了。宋天阳，你个浓眉大眼的，不会真的欺骗了组织吧？我开始研究白月光为男的可能性。我们学校都是4人寝，宋天阳的舍友我基本都认识，再不济也有个聚会上的面熟。张一恒不可能，他老婆是他辛辛苦苦追来的，异性恋无疑。白月光的消息还是他秃噜嘴的，跟白月光本人讨论这个话题也不太合适。另外2个不太熟，只知道一个叫吴森先，一个叫孙凯，都是学法律的。我们刚结婚那会儿，他们宿舍都还在经常聚会。
宋天阳的娱乐活动不多，舍友聚会倒是会抽时间去。如果说有个名为白月光的胡萝卜在前面，倒也不是不可能。可是宋天阳真不像这种人。我们结婚几十年，除了那个白月光的盒子，他不肯给我看。手机、银行卡、亲友聚会，从来都没瞒过我。孝顺岳父母，带闺女玩耍、读书都没落下，是大家口中的绝世好老公。再说于琳琳是个科学家，男人的嘴没少亲，2个男人的本子也没少看，脑回路发散得很。这种话不值得信任。我躺在床上琢磨半晌，觉得还是白月光没出现更可信一点。完蛋，回来早了。现在不仅白月光没影子，连宋天阳我都还不熟。这个老公我还是满意的，不想换。但是怎么让老公变成我的老公，我还真没头绪。以前是怎么见到宋天阳的呢？我回忆半天，终于想起来，是社团活动。重生之前，老胳膊老腿动不起来，广场舞都不好跳了。现在我年轻张扬，活力四射，我的街舞快闪话剧《密室狼人杀》我来了，又能快乐玩耍，又能去见宋天阳，双赢。嘴上虽然说我俩现在还不熟，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宋天阳是我老公这个事实。好几天不见，还怪想念的。更何况他不做我的老公，我闺女打哪来？我软软萌萌的小棉袄，虽然性格不太有趣，但那也是我的宝贝。白月光既然还没出现，那就不用出现了。宋天阳以后惦记我就行。打定了主意，我开始请教恋爱专家琳琳，法学系的男生要怎么追？于琳琳瞬间扑过来，眼睛发光。我就说你有情况，老实交代。都老夫老妻了，我也坦然，确定了要倒追宋天阳的计划，马上从上铺爬下来，请恋爱专家分析形势。于琳琳掰着指头数，法学系学霸，没有不良爱好，除了上课就是参加社团活动，有点腼腆是吧？我否认。也不是腼腆，就是不太有趣，闷得很。于琳琳拖长嗓音：哦，还是个闷骚款。那你就主动出击嘛。他没有女朋友吧？我摇头。白月光估计也还没有。我的目标就是取代白月光。于琳琳出主意：这好办。你之前去听课是不是就是蹲他？再没事儿去蹲，社团拉他跟你一起玩。微信上记得聊聊，到火候了就直球出击，不到火候也能出击，直接告白，万一成了呢？这种人可不能弯弯绕绕的。我给他点赞，好主意，不愧是恋爱达人，连我们之前是怎么在一起的都知道。毕业社团聚会上，宋天阳喝了酒，被小伙伴们推着找了好感的女孩告白，他选了我。当时我还以为是他不好意思驳大家的面子，才找了我这个不太熟的应付，就好心帮了个忙。结果帮着帮着就结婚了，估计是被他那张脸迷惑了。反正我也没有男朋友，事实就成了事实。于琳琳敲定了方针，又缠着我，下次我也跟你去，我要看看那是何方神圣，值不值得追。顺便帮你打听打听有没有什么料，我的人脉你放心，我给老公站台，包值的，放心。又出现在法学院专业课上时，宋天阳第一时间发现了我，坐在第2排都不时回头，大约是很疑惑我又来了。于琳琳确定了人物，对他的颜值表示赞许，咱们月月眼光不错，来。这位仁兄大名是什么？我看看有没有黑料。我敲了名字过去，好奇，你要跟谁打听？于琳琳笑嘻嘻，别瞧不起姐，法学院咱也有人脉。我有点期待，那你快问。于琳琳说，别急，收集情报需要时间，
你先没事给他发发消息，刷刷存在感。我挠挠头，不太好意思，我好像还没加他呢。于琳琳噎住了，一脸的一言难尽。你这样也叫追人？我无辜眨眼，这不是没想到吗？我早就忘了是什么时候加的宋天阳了。昨天晚上搜名字才发现好友列表里没有他，发消息撩人计划没成功。今天过来目标就是加好友。于琳琳恨铁不成钢，一听课间休息铃声响了，立刻推我出去，快加好友去。宋天阳也已经从位置里出来，刚好和我面对面。你又来听课？我点点头，直奔主题。上次忘了，咱们加个好友，以后方便联系。宋天阳脸色有点僵，不情不愿的样子。我拿手机的手悬在空中，气氛有点尴尬。不是，宋天阳，你居然不愿意？难不成朋友圈里真的有秘密，不能给老娘看？我想起来了，宋天阳是换过手机号的，大学时期的号码虽然我也知道，但是我去看的时候，朋友圈就已经空了。宋天阳跟我说他没发过朋友圈，我信了。结果现在他这个脸色是怎么回事？我昨天还在说服自己你没有秘密，不会这么快就打脸吧？我俩僵持几秒，最终还是他认命地掏出了手机，终于如愿扫了码，跳进去的却是聊天页面。我愣了愣，仔细看上面的时间，1年前我俩居然就是好友了，我怎么没有印象？聊天页面是空的，从打招呼到备注都是默认，这是个躺在我好友列表里的陌生好友。宋天阳这才解释，我俩之前加过的，只是没聊天。我茫然，什么时候？宋天阳说，之前玩游戏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加的。我扩列的时候很多，经常有这种没聊过天的朋友躺在列表里。这种情况也正常，但是宋天阳也是这种情况吗？我兴致勃勃地来，又迷迷糊糊地回到了位置上，有点想不通。已经上课了，于琳琳压低嗓音叫我，月，他有情况。我一个机灵，不是吧？打脸来得这么快？于琳琳马上转发了我一连串截图，人品没问题，只是他好像有喜欢的女生了，就是还没追到手。宝儿，这是个心有所属的，要不咱换个人？于琳琳发我的是一串朋友圈截图，冷淡风的文字和配图，记录了一长串数字，乍一看不知所谓，直到有人在下面问，今天又见到女神了？宋天阳回，第15次见面。我这才看懂，数字是他见到白月光的次数，阴魂不散的白月光又出现了。我敲，不是还没白月光吗？懵逼了好半天。我点开宋天阳的朋友圈，想要近距离观摩，却发现我视角的朋友圈空白一片。好家伙，还是分组的，就防着我呢是吧？于琳琳还在遗憾，月你眼光不错，就是来晚了点。据说宋天阳有个喜欢的女神，喜欢了1年多了，估计不会轻易变心。我咬着后槽牙看犯罪证据，好样的宋天阳，居然敢骗我！现在喜欢了1年多，那就是大1上学期就暗恋了，到毕业就是挂念了快4年的白月光，难怪到老了都惦记。于琳琳继续传授经验，这种时候凑上去不留神就被小三了，精神出轨也很可怕的。咱不玩困难模式哈，合法老婆惨变小三，完美丈夫精神出轨半生。我脑海里瞬间浮现起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，想要捶他一顿，现在都没资格，顿时郁郁了。原来这才是我重生的原因，穿越大神都看不下去了，想要给我机会看清他。
宋天阳，你那么喜欢女神，跟我告白，娶我干什么？我出离愤怒了。恋爱的时候，我还问过他的恋爱史。宋天阳当时告诉我，他没有过女朋友，却对他有个白月光女神的事情提都不提，还清空了朋友圈忽悠我，一辈子那点心眼全用来对付我了。宋天阳，你真是好本事。行，不选他了，换人。我说的咬牙切齿。于琳琳很高兴，喜欢学法律的，姐有人脉，给你寻摸一个。我掏出手机就想要拉黑，抬头瞧见再一次回头的宋天阳，又有点心软。虽然他瞒了我一辈子，但却是个合格的老公。我爸妈去世前都在欣慰我的婚姻幸福，从前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算了，以后就当个普通朋友，倒也没有这么深仇大恨，只是有点伤心而已。况且我现在有什么资格生气呢？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，没有任何关系，以后也不会有了。老天爷给了我新的人生，我可以有新的选择了。于琳琳没多久就撺掇了一次聚会，联谊性质的。这次我特意多喊了几个法学院的，比那个宋天阳好，有一个还是优秀学生代表呢。优秀学生代表，我愣了愣，大几的，大四的，人家都离校了，这次回来拿资料，机会可难得呀，你必须去。秦南，我懵了，这要巧的吗？我随口胡诌的人居然真的出现了。你认识他呀？于琳琳眼睛一亮，有印象就好，熟得快。被拉到聚会现场，我看到秦南才和记忆里的人对上号，他是优秀学生代表，毕业的演讲还挂在学校官号上，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这位风云学长的。我当然也不例外，但仅仅停留在屏幕外，见到真人还是第一次。秦南性格也很不错，见我连输了几局游戏，主动来帮我挡酒，很绅士的样子。于琳琳疯狂给我使眼色，我忽略掉心底的别扭，发挥艺人本色，和秦南说笑起来。别扭什么？虽然我和宋天阳没离婚，但是我已经丧偶了，可以开始第二春了。聚会气氛正好，另一个法学院的学长突然说，我有个学弟也要来，不介意吧？这种聚会主打一个热闹，当然没人反对。可我没想到来的居然是宋天阳，这小子绷着一张脸，仿佛谁欠了他800万，入座了游戏也不玩，闷着头在一旁玩手机。我很少见他这一副受气包样，一时间倒有点稀奇。于琳琳也咦了一声，有点疑惑，月月，我可没邀请他哈。据说他不参加这种聚会的，他从前确实不喜欢这种场合，今天突然出现在这，难道是因为这个原本不存在的联谊聚会吗？我一不留神扒拉来了他的白月光，我有点兴奋，开始四处观察。绿了我半辈子的人，我可太有兴趣了。我观察了半天，发现宋天阳几乎不和人有接触，相熟的学长邀请他玩游戏也是恹恹的，情绪不高的样子。倒是秦南和我相谈甚欢，我俩兴趣爱好重合了不少，他也乐于交际，不过不是和大家玩游戏，反而是徒步爬山爱好者。我听他讲了很多徒步中的趣事，对这不了解的领域有了点兴趣，正要答应周末一起去徒步郊外，却见身边突然插了个人。宋天阳生硬加入话题，我也可以去吗？我也感兴趣。你感兴趣个屁！你个宅男能不出门绝不出门的，还对徒步感兴趣？不是，你什么时候凑过来的？我就一走神的功夫，他就坐到了秦南旁边，那里刚刚还是个妹子。秦南很爽快，行啊，人多更好玩，下周天气就不错。我寻找第二春计划中，莫名的就加入了这么一个程咬金，回到宿舍都还没想通，
琳琳，你说他来干什么？他不是有女神了吗？对呀，他来参加什么联谊会？难道我情报出错了？难道我灵光一闪，和于琳琳异口同声？难道他女神也在这里？不对呀，他也没和谁有接触啊，除了秦南，总不可能他女神是秦南吧？我又想起了之前白月光为难的猜测，自己说着都有点好笑。当然不是秦南。于琳琳突然兴奋，拉住我，我觉得他是冲你来的更合理。咱们月月这么漂亮，凭什么不能是女神了？我一脸懵逼，觉得这是从未设想过的答案。不可能吧？他的白月光不是？我突然卡壳了，突然发现我对这个白月光其实没什么了解，甚至连人家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。于琳琳捧脸尖叫，一定没错，你们这是缘分啊，双向奔赴。你看上的男人刚好暗恋你，哇塞，好浪漫。我觉得这白月光不应该是我。想当初宋天阳那牢牢捂着盒子的样子，怎么看都像是不能给老婆说的小秘密。如果是我，他何必怕张一恒说秃噜嘴，告诉我又不会笑话他。虽然他闷头闷脑的居然也会玩暗恋，但是这个暗恋对象如果是我自己，那感觉好像也不错。我又把宋天阳的朋友圈截图翻了出来，仔细寻找蛛丝马迹，越看越觉得那些似是而非的局部图有点眼熟。这一张拍的是一杯饮料，看起来好像是某一次游戏大家 DIY 的鸡尾酒。这款杯子还是我和几个朋友精挑细选的。这一张拍的是一张工作证，是一次公益义卖活动，证件做得很粗糙，上面连姓名照片都没有。这一张乍一看没什么稀奇的建筑一角，仔细琢磨发现我的朋友圈也有类似的地方。这不是大一时候文创研学社的民宿吗？我的朋友很多，经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社团的活动或者去帮忙。这些活动里都有宋天阳吗？我有点记不清了，只知道确实经常看见他。按理说他一个宅男应该没这么有活力，天天还来社团活动撑场子。我是给朋友面子，那他是为了什么？再加上他这次还要硬凑上来要去徒步，要不是我知道他压根不喜欢这种活动，还真要被他糊弄过去了。明明不喜欢还非要来，我出现他就要出现。上一世我不去联谊会，他也不去联谊会，我去他也来，这些巧合太多了，一时间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。难不成，或许，可能，那个神秘的白月光真的是我自己？怀着这种疑惑，我在周末徒步时又见到了宋天阳。他依照秦南的建议弄了一身徒步装备，比我还早到集合地点。秦南要帮我整理徒步背包，他很积极地跑过来抢先一步，手法还很专业，就是嘴巴微微抿着，是不太高兴的样子。要不是我认识他很久了，还真看不出来。秦南意外，你有玩过徒步啊？很懂吗？宋天阳含糊应付一声，爱答不理的样子。秦南也不在意，招呼我们出发。一路上我时不时偷偷瞥一眼宋天阳，他只是闷头爬山，从头到尾都不说几句话。于琳琳也跟着过来了，她不喜欢徒步，但是这种热闹不想错过。见状兴奋地凑过来下了定义，这是醋坛子打翻了，哄不好了。我连忙让他小声点，压低声音，别瞎说。于琳琳胸有成竹，以姐的经验，这小伙子暗恋你没跑了，都不敢看你，还非要搞破坏，这点小心思，哼哼。他看我半信半疑，又加了把火，不信跟我打赌，你输了他请我吃饭。这次徒步持续周末2天，我们一行人会在山顶民宿留宿一晚，
吃过饭，于琳琳就开始组游戏局，3两句就敲定了惩罚措施。真心话大冒险，我一听这个游戏就知道宋天阳多半要玩，他宅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社团活动流行的各种游戏，他多半都玩不来，经常开场就出局。时间久了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游戏黑洞，也愿意让他做个气氛组。可今天的徒步小组基本都是新认识的朋友，大家不知道他是这种菜鸡水平，都玩得很认真。果不其然，不到10分钟，宋天阳就喜提惩罚。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第一次就真心话吧，更简单哟。于琳琳疯狂暗示，可惜宋天阳没有如他的意，选了大冒险。这一局的赢家是一个同行的男生，刚认识他也没好意思为难人，让宋天阳喝了一杯混合饮料了事。于琳琳遗憾地冲我撇嘴，又玩了2局，这次的赢家是我，而输家又是宋天阳。我看着那张熟悉却年轻的脸，问：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宋天阳看着我，思考2秒，真心话。我直截了当：上次你说你没有女朋友，那你有喜欢的女生吗？他说有，喜欢了很久了。众人一阵骚动，没想到还能听到这种八卦。于琳琳更是兴奋：是我们的学校的吗？本以为宋天阳不会回答，没想到他干脆点了点头。是。于琳琳意味深长地拉长了语调：哦，我猜他人就在这吧。这次话音还没落下，宋天阳就点头了。大家顿时都兴奋起来，游戏也不玩了，开始起哄让他大胆表白。同床共枕几10年，几乎是在他回答有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了白月光的真相，不由得有点好笑。怎么能这么闷骚啊？因为不敢承认暗恋，就死死瞒着我。你差点让我死不瞑目，知道吗？宋天阳看着我，脸又飞上了红晕。吴越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他说出了和曾经一模一样的话，只是脸上的不是因为酒精而导致的微醺，而是羞赧。不对，或许曾经也是羞赧，只是我以为是酒后壮了胆。这个人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说傻也傻得可爱，说气人也真的气人。明明是靠着嘴皮子吃饭的律师，偏偏在我这里没长嘴。还好这次他没有让人失望，否则我们说不定真的要错过了。我沉默了足足10秒，直到看到宋天阳的表情从期待到忐忑到失落，这才开口：愿意。小样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？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的瞎折腾。徒步中途的休整游戏局，就这样变成了我俩的官宣聚会。于琳琳张罗着大家搬了很多啤酒，借着由头要灌宋天阳酒。我深知他的酒量，连忙去拦，在大家的起哄声中，一起喝到了酒意上头。我本以为这个小趴菜得明早才能爬起来，没想到半夜出来找水喝，却见本该呼呼大睡的宋天阳坐在休闲区，正望着黑黢黢的山景发呆。男朋友干嘛呢？我笑眯眯地凑过去，故意打趣他：在我这，我们是老夫老妻，谈论屎尿屁都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宋天阳却还不知道怎么和我相处，被突然出现的我弄得手足无措，脸颊一下子红了。我未来的大律师甚至有点结巴，我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低头。我睡不着，是不是太激动了？突然有了这么漂亮的老婆，宋天阳的脸更红了。他连女朋友都还不习惯，更不用提老婆这种称呼。我故意逗玩他，递给他一杯水：喝了酒不头疼吗？宋天阳说：头疼，但是有事想不通。我偏头看他，有点猜到他要说什么了。宋天阳大约疑惑了很久，
这时候才找到机会问出口：“你为什么突然去我们学院听课？而且你的朋友说你是要去。”他说不出口了，也许是觉得有点自恋倾向，太不要脸。我却自然地补上了后半句：“我看上你了，去追你啊。”宋天阳又结巴了：“为什么？”突然我看着他，也看着相伴了几十年的丈夫，因为我听说某人有个白月光，还有个宝贝的小盒子，所以我来了。宋天阳愣住：“盒子？张一恒他出卖我？”我点点头，说是他出卖的也没错，只不过是上辈子了。宋天阳羞得不得了，我得寸进尺凑过去，逼问他：“所以盒子里面到底是什么？”我终于又见到了这个盒子，这个时候小盒子还很新，上面的图案没有斑驳，小锁的钥匙也还没有丢。宋天阳把盒子和钥匙塞到我手里，鹌鹑一样撇开了头，只是绯红的耳朵出卖了他。我满怀期待地打开盒子，看到里面零零散散放着一堆破烂，什么胸针、铅笔头、临时出入证宣传单，唯一眼熟的是最底下放着的学生卡。原来在你这，我开学2月就丢失的学生卡重见天日。当时我自认倒霉，去补办了一张，还在庆幸没有被盗刷，没想到居然是被宋天阳私藏了。宋天阳有点局促，大概是生怕我把他当变态，连忙解释：“这是我捡到的，我就一念之差，没有及时还给你。其他那些破烂我也隐约有点印象，大多是之前翻他朋友圈的时候回忆起来的，每一个破烂都和我有关。就是这个破破烂烂的盒子，上辈子宋天阳死之前都要陪葬。”我暗骂了一句没出息，明明我这个大活人都陪你过了一辈子了，这点回忆还舍不得放手。但是真的好可爱，我的丈夫居然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。我以为我们是顺水推舟，却没想到是他的暗恋成真。当年毕业酒会上他的表白，到底是下了多大的勇气呢？我好奇问他：“如果这次我没有去听课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表白？”宋天阳有点茫然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随即坚定表示：“我不会放弃的，只要你没有男朋友。所以这次我准备要有男朋友了。”他就急了，打翻了醋坛子，跟屁虫一样跟过来。我主动凑上去吻了吻他的眼睛，笑骂一句：“笨蛋，你差点就被我 pass 掉了。暗恋什么暗恋？你直接跟我表白不就好了吗？我喜欢勇敢者，但也喜欢你这种笨拙的傻瓜呀。”宋天阳番外：“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，她和我完全不同，像是2个世界的人。大一入学的第2个月，我背着电脑包路过学校星空集市的布置现场，听说是学校几个社团联合组织的音乐集市，到时候会很热闹。我从小就被评价性格不够有趣，对这种活动我的兴趣一向不大。到时候如果课业不多，就过来看看；太忙了，多半就算了。经过围栏时，正在挂灯串的女同学突然哎呦一声，看着手里被扯断的电线，不知所措地对旁边喊：“月月，我扯断了一根，怎么办啊？会不会不够？”他喊的女生原本在围栏另一边，闻言立刻飞奔过来，步伐甚至有点矫健，嗓门也爽朗得过于大了。“没事儿，我未卜先知，有买多的。”说着还扯出手里装灯串的袋子，献宝似的扯出一根来，得意洋洋的龇牙大笑，不太淑女，就像一团火焰。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了好半天，等我回神的时候，2个女生已经快要收工了。我有了第一个期待的校园活动。音乐集市开幕那天，我在人流如织的现场穿梭了好久，
终于寻觅到了那个身影。明明只见过一面，我却一眼认出了他，还在他手里接过了一张集市宣传单，捏在手里捏了好久。那天的音乐集市上，我买了一个带锁的小盒子，把那张巴掌大的宣传单放了进去，从此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。我知道了他的名字，吴越，他是学校社团活动的常客，是出了名的朋友多和热心肠，一个开朗外向的女生。她和我的生活轨迹完全不同，我想要靠近她，努力跟着她的足迹，成为社团活动的积极参与者，可是好像不太成功。我在努力，也只能是活动的气氛组，只懂鼓掌和微笑，除了偶尔从他手里接过一些小东西，偷偷藏了他弄丢的学生卡。我甚至都不敢和他多说两句话。课堂上的口若悬河和字字珠玑，到了他面前突然哑了火。我只觉得脑海一片空白，胸膛里却有一把火在烧。唯一靠近他一点的，就是随着大流加到了他的微信。但我面对着聊天页面吸气呼气，瞪眼到了半夜都不敢发出一句自我介绍，只敢翻着他的朋友圈，悄悄跟随着他人生的脚步。他肯定不知道我是谁吧？他的朋友那么多，会对我有一点点印象吗？我有点泄气，觉得自己像个胆小鬼，只敢在朋友圈里悄悄记录一次又一次的见面，宣泄着无处诉说的欣喜，又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担忧，把它设置成了朋友圈不可见。我怕他发现我的小心翼翼，那好像莫名的有点丢脸。小盒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朋友圈里的数字跳到82时，我们要毕业了。张一恒警告我，你女神大学没谈恋爱，工作了可不一定，你再继续怂下去，有你后悔的。我不想后悔。在第83次见到他时，借着微醺的酒劲儿和毕业酒会上的氛围，紧张地问吴越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他如同第一次见面时那样，笑得像个小太阳，说愿意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当时是害怕我丢脸，其实没太当真。可他也没有跟我较真，他成了我的妻子。虽然他以为那起始于一个玩笑，可他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他。青春的那场暗恋，随着被我藏起来的小盒子，成了我永远的小秘密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他描述那场爱慕，就像锁住了我的朋友圈那样，把酝酿了4年的告白锁在了心底。我们白头偕老，幸福一生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只是病床前握着他老去却依然温暖的手时，我又有点后悔了。要是当时没有那么胆小就好了，要是我早一点表白，是不是就能多陪他几年？我也不想有那奇怪的误解。我喜欢他从来不是一场玩笑，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追逐与爱恋。如果人生能够重来，我一定早一点去拥抱我的太阳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